小草是怎么生出来的？也是一样。天地，然后天的光要下来，地的光要上去，这个叫天气下降，地气升升，万物在这儿交光。因为这个天为阳，地为阴，阴跟阳碰撞的时候一定会生成光。这就是现在物理学的电火花原理，就是一个正电跟负电碰在一块儿生成光，生成电火花。你的汽车就是这么打着的。你打汽车的时候开钥匙，当当当当，嘣，里面电火花噼里啪啦放电，噗，油里面去了火花，砰，发动机着了，你开走了。你是马赛蒂，你是宝马，没电，你怎么打它也不能够着。死车，有电是活车。你看连一个电视机没电死的，手机没电死的，连一个显态世界的物理界的东西都要靠这个电，没电它是死的，有电它是活的。你要懂这个道理。只不过这个电叫电光，我们人体的这个电叫生命电，叫生命光。它跟物理光有点不太一样。物理光要靠这个机器的联合，生命光不用这个，人自己可以造出来。它的区别在这儿。你那个汽车它不能自己造电，电瓶没电了拿走了，这汽车是死的，它自己不能造电。所以说它是一个物。你人是个生命体，你自己可以造电，有自生电的能力这些都是在将来相关的课程中告诉你怎么去把自己的阴阳激活，然后使自己不停的生电，自己造光所以是那么物理学的光电原理告诉我们，天代表阳，地代表阴，一阴一阳在一块儿一定会生成电，生成光，这个就叫生命光。说是万物是怎么生成的？万物在天气下来的时候，地气升上去的时候，在它俩交汇点生成了自己的灵，就活了。冬天的时候小草是枯的，春天的时候小草是绿的。万物得一以生，所有的物如果得不到这个一就是死的，得到这个一就可以生。这个一就是光明就是这个光明。所以当这个春天来临的时候，地心的能量它开始从地心升到地表，然后这个时候在虚空中天阳之气下来接在地表。说是天阳之气跟地阴之气两个在地表碰撞了，就生成了大量的生命光。这个生命光被小草一吸收以后活了，就是这么活的。有光即生，无光即死。秋天呢？秋天是天气开始反收敛回天心，地气自动收敛回地心，阴阳分离。一分离以后不放光了，小草身上的光反倒被天夺，被地夺，然后光耗尽了，草木皆枯，仅此而已仅此而已。这是只是一个自然的现象，生死是自然的现象。人在年轻的时候，你好比是活着的小草，到老的时候天地才开始从你的身上夺去光，最后被夺尽的时候你就死去了。说你这个生命光球如何通过一些技术方法，刚才说6个贼也在夺你的这个能量，也在夺你的生命光，使你这个电瓶大量的放光耗电。说是你们注意，一个正常人他怎么去补充自己的电，就是必须保证充足的睡眠。如果睡眠不足的话，这个人第二天是昏的，像一个鸡吃了药一样，昏头昏脑的。为什么？没电了。
所以说他只有充足的睡眠，第二天精神饱满。这是为什么来电了？这是人在睡眠的时候，你被迫的关闭了六门，你的眼耳鼻舌身都不动了。为什么你睡了8个小时还得晚上拼命的做梦？有没有？做梦就是意在动啊。这个你的眼睛不动了，耳朵不动了，但是你的思想没停止。所以基本上睡觉的前2个小时，你都在什么？闭着眼睛胡思乱想。5点钟天明了，只要外面的天开始放光了，这个接下来剩的几个小时，你没起床，你都在胡思乱想啊，因为外面的天光已经生成了，你自己的体内的那个光，它借着那个阳已经升到顶了，升到脑了，你应该醒来。往往我们新加坡人晚上不睡觉，早晨睡懒觉，第二天就越睡越昏沉。你不信试试，你不睡懒觉，天清天明了起来的这一天人很有精神，因为你顺着那个阳升上来了啊。结果是你醒了一看表，我的妈，才6点钟，再睡一会儿，biang一觉睡过去，8点起来是昏的，人是不清楚的。什么原因？把自己的阳折了，它本来升，结果让你浇了一盆冷水，哗当，冷下去了。这一天都冷下去了，阳气不升，阳神不升，人的精气神上不来，然后这一天昏昏沉沉的，是这个原因。说是那么天光乍起的时候，人要醒啊，这个醒了以后，你哪怕打会儿坐，不在那这个躺着胡思乱想。有的人跟我说，老师，我没时间修炼，实际上就用这4个小时胡思乱想的时间练功是最好的。就是睡觉，刚要睡觉不要睡啊！你看着点要睡觉不要睡，打坐半个小时，往往你打坐的好的时候，就1、2个小时都在坐着。这1个小时的打坐等于你4个小时的睡眠，并且这个时候你绝对不会胡思乱想。为什么？你用老师的方法，它是一个关门的方法，它把你的眼、耳、鼻、舌、身、意6个门啪啪啪啪关了。这关了，你进去了，能量开始一点不丢了。这个时候把自己的内道的光升起来，越升越储存，因为门已经关了，它出不去了，越举越多，越举越多，越举越多，砰，有一个自然醒的过程。这个自然一醒的时候充电充饱了，充电充饱了干什么呢？睡觉啊。这个时候调呼吸法，然后做止观法，躺着做，一会儿就睡过去了。睡的时候身上热热暖暖的，一觉睡到大天亮。天一蒙亮起来再打坐，就是你上班之前大概6点到8点之间，你可以用打坐来解决你的这个睡懒觉问题。然后又是最少练1个小时，又是4个小时睡眠，对不对？你加上这个中间熟睡的4个小时，所以是你睡了12个小时。别人睡了8个小时，你睡了12个小时，并且你是高质量睡眠12个小时，说第二天神清气爽。所以是逢是练对了打坐方法的人，这个检验指标就是从此开始不昏沉，脑袋特别清醒明白，智慧踊跃，那这就练对了。如果练了以后反倒昏昏沉沉，越练越昏沉，你就练错了。因为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光，所以要赶紧问老师出了什么问题了，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没有得到诀窍，里面是有技术方法的，